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晚上睡觉时，养生家讲到，空调千万别开到26度了。可惜好多人都不懂，看完长知识了。炎炎夏日，因为温度高、湿气大，让身体感到非常的炎热，所以在夏天呢，不少人呢就会把空调打开。特别是今年，比往年呢都热得早，气温也更高。这时大家也都更依赖空调了，因为没空调晚上真的难以入睡。我就有很深刻的体验，没开空调时，睡在屋里就感觉在汗蒸房似的，汗水一直流不停。这时很多人打开空调时都会直接把空调开到26度，甚至更低，因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都认为空调调整到26度是最健康的，不仅能够让身体得到适应，避免感冒的情况出现，而且呢还能节省更多的电量。其实这种想法呢和我当初最开始的想法都一样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自从维修空调师傅和养生师傅给我讲解了之后，我家的电费不仅变少了，而且长期吹空调，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的。突然感觉掌握了技巧，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其实将空调调到26度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操作，只是很多人被26度舒适度和省电的言论误导了而已。那么怎么样开空调才能够最省电呢？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。当我们在打开空调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空调遥控器上面显示26度的标准温度。可能是由于这些言论的影响，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已经认定空调26度呢就是健康温度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温度并不是适合所有人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态是有所不同的，所以所能承受的温度范围也是有所差异。所以我们要根据变化而变化。空调设定的温度最好要根据当天的实际温度来设定。就以白天来讲，如果白天室外最高温达到35摄氏度，室内我们就要把空调开到27到28摄氏度，这样呢是最凉爽的，而且人体感温呢也是最舒服的。因为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的温差控制在7到8摄氏度，不仅可以避免出现空调病，而且呢还比较省电。因为空调设定的温度每高1度就可以省 5% 到 10% 的电，而且在干燥的27到28度空间内，人体呢是最舒服的。而在晚上睡觉时，空调就更别开到26度了。虽然说将空调调到26度之后呢，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快地感受到凉爽，而且在这个温度之下也能够帮助人更快地入睡。但是晚上的气温呢会下降，基本过了12点之后呢，温度下降更快，很多地方的早晚温差能够达到3、4度甚至更高。而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，体感的温度呢也会下降一些。要是到凌晨4、5点钟的话，空调本身的温度加上身体的温度，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寒冷。大家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呢？有些人还会在半夜被冻醒，这时呢也就拉被子挡一挡，不会起身关空调。如果没有被冻醒的话，一直持续到早上，也可能会导致感冒的情况出现。也许有人说没事，天气热活力旺盛，不需要担心感冒情况出现。虽然话是这样说的，可有些事情并不是靠逞能就能够解决的。无论您当时的身体状况再好，这样长时间的在空调低温之下，也同样的会出现问题的。既然26度不是标准温度，那么什么样的温度才算是标准温度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可是连续咨询2位不同的师傅才得出了结论。在他们眼中，夜间28度算得上是标准温度。在这样的温度状况下睡觉，哪怕是不盖被子，也不需要担心感冒情况出现。更重要的是，28度的温度呢，
也可以让空调更加省电。要知道，每当温度升高1个度的时候呢，空调的电量呢就可以节省 5% 到 10%。 而在比较闷热的3伏天，我们晚上睡觉时可以把空调设定在28或者是29摄氏度，然后呢再打开除湿功能。为什么3伏天特别炎热呢？就是3伏天空气的湿度比较大，同样是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只有 30%， 肯定要比 50% 呢要更凉快一些。因为湿度大，人体的汗液不易挥发，从而感到特别的炎热。而把空调的除湿功能打开，就可以把室内的湿气排出去，从而使空气变得干燥凉爽。而且除湿功能呢也是非常的省电的，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的朋友，一定要将空调温度尽可能的上调，千万不要为了一时凉爽而让身体受到损伤。我家舅母就是吹一个晚上就感冒了好几天，得不偿失了。由于夏天时室内室外的温差比较大，如果在室内将空调开得太低的话，猛地出去呢容易头疼脑热的，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中暑的情况产生。所以为了进一步确保健康，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考虑好空调的温度问题。白天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大于7度，而晚上最低不要低于26度，28度是最舒服的温度。还有，也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当中，每待一段时间呢，也需要适当性的出去走一走才行。还有空调师傅说，在日常使用空调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呢保养空调，比如每1-2个月呢就要清洗一次空调的过滤网。因为空调的使用时间过长，空调的过滤网呢就会被各种灰尘呢所包裹着，如果不将这些灰尘去掉，不仅会影响空调的出风量，而且呢还会额外的增加电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，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肯定受益匪浅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如果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的使用技巧，欢迎留言评论，让我们一起向您学习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